大家好，我是杰德。大家好，我是苏苏，欢迎来到 Chinese。大家都知道，中国呢算是一个比较含蓄的国家，很多表达方式说出来的话和实际上的意思并不一样。是的，我们今天来聊聊那些口是心非的客套话。客套话就是指日常交际中没有实际内容，但是总是不可缺少的话。这些话本身没有什么意思，但是说了可以显得你更有礼貌或者更 nice。一些英文的例子大概是 It's not bad. Yeah, I'll keep my ears open. Wow, I'm flattered. A lot of the time you're just trying to be polite. You might not necessarily mean it, but you feel obligated to say it so that you seem thoughtful or don't come across rude. 好吧，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 Let's do it. 第一个我们要说的是帅哥。帅哥，这个词本来是形容一个男生很帅的意思。对，和这个词相对应的，如果说你想形容一个女生很漂亮，你就可以说美女。美女，但是呢，这几年帅哥的出现越来越多，慢慢变成对一位男士友好的口语化称呼。对，就是甭管他帅不帅，当你需要和一个不熟的人说话，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帅哥去代替他的称谓。比较多的会用在大马路上、餐厅或者其他的一些公共场合。如果有人叫你帅哥，你要知道的是，对方并不是被你的颜值所征服，更不是对你有意思。其实呢，他只是想礼貌地叫你。如果你想跟一个你不认识的女生说话，不知道她的名字，那你可以用美女来做开头的称呼。是的，反正听到美女或者是帅哥的时候，不用不好意思，也不用想太多，他就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称谓而已。说的人其实也就是说说而已。当然，这个词原来的意思仍然保留。如果你想形容一个人很帅，他是个帅哥。他是个帅哥。如果你想形容一个人很漂亮，你也可以说她是个美女。她是个美女。对的，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就会有不同的意思。Yup, next。你中文真好。你中文真好，意思就是你中文说得很好。没错，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大多数情况别人这么说，可能只是在客套。对，在中国真的是这样子，就不管你的中文有多好，你一开口就说一句你好，就是还是会被夸的。就很夸张，怎么说呢？我感觉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通病。你看，我每天跟你接触，你中文已经说的这么好了，你已经习惯了是吧？对，我已经习惯了。但是呢，就上一次你记得吗？我在机场，然后有一个外国小哥哥问我路，他好像就说这个怎么走，我第一反应就是哇，你中文好好。我的 hec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们都爱说中文是一门很难的语言，所以默认中文很难学。那你只要能说简单的中文了，我们就会觉得你很厉害。所以如果有中国朋友夸你中文真好，大多数情况应该只是意思而已。对，客气。所以就不要过于自信，因为只是客套话，好吧？那接下来又是很重要的了，当别人夸你中文真好的时候，该怎么回答呢？怎么回答可以显得很地道呢？你好。哇，你中文好好啊！哪里，谢谢啊。哪里就是一种客气的表达方式，意思就是没有。你也可以直接回答没有，谢谢。没有，谢谢。没有也是一样的客气的表达方式，意思就是自己很谦虚。你还可以说还行，也是类似的意思，谦虚的表示还可以。总之，因为中国有这种客套的交流方式，所以一般大家被夸奖的时候都会故意客气一下，表示谦虚。当然在生活里，其实别人夸我中文好，我一般还是会直接说谢谢。哎呦，看来你对你自己的中文很自信嘛。哪里，没有。要不一起？要不意思就是要不要，口语里呢很多人都会直接说成要不，所以要不一起等于 why no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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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gether。这个中间填什么呢？取决于你们在聊什么。嘿，苏苏，干嘛去啊？我和闺蜜约了 SPA， 要不一起？好啊，刚好我也想放松。像这种情况，除非你们真的经常一起做某件事情，不然99.9999999%，
对方都没有真的邀请你的意思。Yup。那当你听了别人的邀请，第一反应是哇，好开心，他这么问我，他一定是把我当好闺蜜。那不好意思，事实是没有。这么说吧，如果说你确实是别人的好闺蜜，那你也不会怀疑自己了，对吧？对的，这个要不一起，大多数情况可以理解为我和闺蜜约了 SPA， 我先走啦。那应该怎么正确的回答呢？哦嘿，苏苏，干嘛去啊？我和男朋友约了去看展，要不一起？啊，不了，下次有机会。嘿，杰里德，干嘛去啊？哦，我约了兄弟开黑，要不一起？我还有点事，改天哈。嘿，苏苏，去哪里啊？啊，我和朋友约了火锅，要不一起？哎呀，昨天刚吃了火锅，怎么不早说呢？嘿，杰里德，王家卫的新电影你看了吗？我最喜欢看他的电影，但是我最近太忙了，没时间看。怎么了？我也超喜欢他的电影，要不一起？不了，下次有机会。这里呢，杰里德同学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他并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判断。 What？ 我有什么问题啊？唉，没救了，没救啦！不吃是一个特别常见的客套话。一般来说啊，遇上大家都喜欢吃的菜，大家就会都比较客气。比如说像最后一块红烧肉，或者是最后一颗草莓。其实大家都很想吃，但又舍不得吃，这时候一般大家就会开始客气了。在中国家庭，一般来说呢，长辈都会比较心疼小辈，会把那些好的食物让给小孩子们吃。那他们经常说的借口呢，就是我不吃，我吃饱了等等之类的。所以大家就会比较容易养成这个习惯，在外面吃饭碰到自己喜欢吃的食物，为了表示客气，也会去说啊我不吃。哎，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不太喜欢别人家跟我委婉。Like you say you're not gonna eat it, okay, then I'm gonna eat it.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去判断别人说的这个不吃是不是真的不想吃。Yeah. 讲真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很难判断大家说不吃的时候是真的不想吃，还是只是客套，真的太难了。太难了。Luckily for you, 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你说说看呢？叫 the 3 times rule. I just made it up on the spot actually. The 3 times rule, 直接一点就是问他们3遍。Yup, that's it. It's that easy. 如果在第3遍你问他们你吃不吃，他们说不吃，那就我不客气了。I'm going in. 好像挺对的。比如说我妈在给我让菜的时候，我就会问很多遍，哎呀没事你吃吧，哎呀没事你吃吧，哎呀没事你吃吧，我会一直重复。It's like a battle, 你知道吗？ Just like, okay, no you 啊，所以我就 3 times rule, guys, 3 times rule. 所以在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回答呢？你可以说没事你吃吧，没事你吃，记得 the 3 times rule. 放着我来。放着我来，就是你别动手，让我来干。这个词的发扬光大呢，其实是来源于一部电视剧，叫做《武林外传》。里面有个角色，他的 slogan 就是放着我来。那这个词的用法呢，其实是有固定场景的。去别人家做客吃饭，如果你想帮助主人收拾桌子，主人就会告诉你，哎，放着我来。因为你是客人嘛，那你到主人家去吃饭，还需要客人动手帮忙，主人就会觉得是我没有招待好你。但是我想帮助他呀。所以一般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争吵。杰里德，放着我来。啊，你忙了一天，我来。哎呀，你是客人，我来。我来。哎呀，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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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总要有一方先放弃的，对吧？呀，一般来说呢，像这样的情况，最先放弃的都还是客人，因为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客随主便”，意思就是主人的地盘，主人做主。那你肯定又要问了，怎么去判断这个主人是真的不想我帮忙呢？这次我又要提到 the 3 times rule， 一定要3次是一个固定的用法。双方在心里默数3个回合，如果说到了第3次你仍然还在坚持，那主人就知道了你是真的想帮他。如果第3次客人放弃了，那就是他只是客气一下。So remember the 3 times rule。
要记住的是，如果说在第一次主人拒绝你的时候，你就说好吧，那也会显得你很不真诚，不是真心想要帮他。所以呢，至少你也要坚持2个回合。在第3次主人说没事儿，我来吧的时候，你说啊好的，谢谢。这样呢，就会显得你还是很真诚，想要帮他的。Yeah. 如果你的内心呢，也不是必须一定要帮他收拾这些，那么也记得一定要坚持到第3个回合。那在第3个回合，他跟你说没事儿，我来吧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哎呀，那好吧，客随主便。那好吧，客随主便。这样呢，就会显得很有礼貌，很 nice 了。中文太难了，我要回家了。开玩笑，开玩笑，其实没有那么难。现代的年轻人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了。对，其实年轻人之间，有的时候你真的想帮他，你就告诉他，基本上和西方差不多了，没有那么多法儿，其实没有了。是的。来都来了，来都来了，这个词意思就比较丰富了。对，也算是有一点点的难。刚刚的对话呢，在每次串门的时候几乎都必然发生，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串门，串门，串门一般是指春节期间带上礼物去亲戚啊、朋友家做客的意思。是的，平时去朋友家也算，只是更多会用在春节的时候。不带东西行不行？不带东西行，不要脸就行。啊。那我还是要脸吧。所以呢，一般串门的时候，大家都会带礼物。主人见了带着礼物来串门的你，就会说：来都来了，还带什么东西？意思呢，就是你来就足够了，不用带东西。但是还是要带。对的，就是客套一下。当然也有特殊情况，比如说主人家和你的关系真的很亲密，像爷爷奶奶家呀、外公外婆家呀，那他们肯定会觉得只要你多来看他们就好了，来还带东西这么麻烦，会影响你来看他们的频率。也是。这个时候呢，他们是真的劝你不要带东西的。那怎么区分呢 ？Three times rule 好像不得行这次。所以不用区分是吧？对，因为人家就算是真心不让你带东西，那你带点东西过去也好啊。其实啊，去朋友家做客，我们带礼物也是一种心意，一种礼貌。反正要记住，空手去是不礼貌的。空手去是不礼貌的，等于不管什么关系都要带东西。也不是，你如果回你自己爹妈家就可以不用带。不管带不带，他还是会爱我，是吧？那除了来都来了，还带什么东西？来都来了，还有一些变形。来都来了，吃个饭再走吧。来都来了，吃个饭再走吧。意思是你人都来了，不如留下吃顿饭。这里的来都来了呢，和之前的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这里的是指呢，你既然都已经为了来多花了这个时间和路程，那不如就多待一会儿。那是真的留我吃饭吗？该不该吃？这个呢，真心和客套都有，也得看具体的情况和你和主人之间的关系了。太难了吧！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对吧？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啦。我们未来呢也会做更多这样有趣的内容，和大家一起聊聊中国的文化和一些真正接地气的口语。如果你喜欢学中文，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或者只想跟我们一起学中国的客套话 and be as confused as I am， 那就记得关注我们，好吧？关注我们，还有记得打开下面的那个 notification 版，这样后面你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更新。错过会后悔。Yup， 好吧，那么这期内容就到这里了。Yup， 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